4.7萬億，馬斯克個人財富打破人類紀錄。回歸商業領域的馬斯克有多可怕？剛剛福布斯確認，馬斯克個人財富突破6000億美元大關，達到驚人的6770億美元，折合人民幣4.7萬億。在他之前，從未有人的財富達到過5000億美元，這意味着單一美元計價，馬斯克成為人類有史以來最富有的人，且沒有之一。6700萬億美元是什麼概念？2024年，全世界只有不超過30個國家的 GDP 高於這個數字，最接近的是比利時的6650億美元。用富可敵國已經不能形容馬斯克，他應該是富可敵160國。如果馬斯克每天揮霍100萬美元吃喝玩樂，那麼這筆巨款夠他揮霍1820年。如果把馬斯克的財富全部換成人民幣，則高達4.7萬億，足夠償還2個恆大的債務，還能餘下7000億自己花。今年以來，時常有媒體唱衰特斯拉，說因馬斯克的個人魯莽行為導致特斯拉汽車在全球多個市場受到消費者的抵制，銷量增長乏力，特斯拉的股價因此跌跌不休。4月底時，馬斯克財富縮水了1000億美元。然而，特斯拉只是馬斯克眾多產業中的一條腿，他還有肩負人類移民火星任務的星際探索公司 SpaceX。本月初 ，SpaceX 接到了一份收購邀約，收购方直接出價8000億美元想要買下公司，按馬斯克占股42%計算，此舉將其財富暴增3360億美元。當然，不排除所謂的8000億收購是馬斯克為了抬高 SpaceX 股價自導自演的一出資本大戲。但是從市場反應上來看，多數華爾街投行已經接受了這一最新的估值，只需靜待明年 SpaceX 上市成功，8000億的估值便會變成真金白銀的市值。那麼華爾街為何會如此堅定的看多馬斯克呢？原因有3。首先是馬斯克這個人很特殊，他屬於那種無法被定義的天才企業家。除了第一桶金是跟風做互聯網賺來的外，他創造的其他產業如特斯拉、星際探索公司、機器人公司、太陽能公司都是在早風引領行業的發展。諸位回憶一下，在特斯拉之前，國內有多少家新能源車企？不能說沒有，但肯定凤毛麟角。2014年，馬斯克來趟中國，給首批特斯拉車主送鑰匙。離開後，我們這兒便誕生了蔚來、理想、小鵬等新能源車企。造風者的能力決定了馬斯克能比99%的企業家看得遠。華爾街投資他就是在投資未來，所以一旦馬斯克想把某些企業推上市，投資人都會心甘情願的給他抬轎子。其次，馬斯克在企業管理上也非常有一套。與那些含情脈脈的管理者相比，馬斯克堪比暴君，眼裡容不下划水的員工，所有人都必須全身心投入工作，在極端壓力的條件下完成各種看似不可能的指標。別的企業家可能要3年才能完成的指標，馬斯克1年就夠了。這種恐怖不近人情的執行力讓員工怨聲載道，不少人因此與馬斯克決裂，但卻是投資人願意看到的場景，因為他們深知會畫餅的企業家很多，但是能把餅做成现實的很少。這一點上，馬斯克不但是造風者，更是實幹家。華爾街堅定看多馬斯克的最後一個理由是，他做的產業多數是美國極其稀缺的制造業，長期以來霸占美國富豪榜的都是搞虛擬經濟的，巴菲特炒股的，比爾蓋茨搞軟件的，貝索斯搞電商的，黃仁勳做芯片設計的，扎克伯格做社交 APP 的。彭博社2025年美國億萬富豪指數前10名，9個玩虛擬，只有馬斯克一個人在做實業。現在美國的產業導向是什麼？制造業回歸呀，馬斯克不是踩在風口上了嗎？這叫宏觀環境有利。而且馬斯克做的制造業不是那種附加值極低的組裝業，而是汽車、火箭、機器人這種高精尖、很適合用工成本高的地區建廠。從這個角度看，馬斯克肩負着讓美國制造再次偉大的重任，華爾街沒有不跟投的理由。6770億美元會是馬斯克財富的極限嗎？這可能是人類可以想象的財富極限，但是絕對不是馬斯克的極限。除了即將上市的 SpaceX， 他手裡還有 AI 公司、腦機接口公司、高速隧道網絡公司沒有上市。試想一下，如果這些深耕未來產業的公司都成功了，並且實現上市，馬斯克的財富會膨脹到什麼地步？1000億、1萬億美元都打不住。國內有一位老領導曾經說過，如果中國有一個像馬斯克這樣的企業家，他掙6萬億、60萬億我都鼓勵，不能籠統的限制高收入，像買高爾夫球場、酒店這種我們不贊成。但是像馬斯克這樣又合法又合規又合理，投資又好，還能創新，為什麼要限制呢？如今回過頭再看這句話，體會更深了。創新永遠是財富最大的發動機。這裡是甩圈財經，一個有溫度有深度的財經博主，歡迎大家關注主頁，有更多精彩視頻。我們下期節目再會。